各位朋友，您家里现在放着什么坚果？如果有接下来这些话，您一定要听完。去年，台湾卫生福利部公布了一份数据，60岁以上的老人家，每10个人里有7个正在用他们以为最对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伤害自己的膝盖。这7个人里头，超过80%每天还在说：“我今天又保养了。”您是不是也这样？早上起来先活动活动，下楼买菜顺带爬个坡，晚上睡前再压压腿，心想这总比坐着强。可您知道吗？就是这几个习惯，像看不见的锉刀，一天磨一点。等您发现是蹲不下去了，上楼要扶墙了，膝盖一弯就响，那时候已经晚了。去年冬天岛宜密西南的74岁的陈大爷来找我检查，结果一出来，他女儿当场哭了。膝关节软骨磨损超过60%，内侧间隙只剩正常值的1/3。陈大爷说：“李医师，我最注意保养，每天都在动，怎么会这样？”当我问他每天做什么运动，他说出那个动作的时候，我沉默了，因为那个动作几乎每个老人家都在做，而且做得越认真，磨损越快。我是李浩然，台北荣总骨科，32年治疗过逾8000位膝关节退化患者。最痛心的不是已经需要换关节的病人，而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案例。现在，请您在评论区留下数字1，这是您为自己的下半身负责的证明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您3件事：哪5种日常习惯正在加速磨损您的膝盖？哪4种方法反而能保护膝盖，让它用得更久？还有最重要的，怎么动才真的安全？先声明，今天内容仅供参考，不能代替医疗诊断。症状严重，请立即就医。在继续之前，我要做一个10秒钟的测试。这个测试我们医院用了10几年，准确率超过80%。现在，请伸出您的右手。我说一个状况，您有就伸1根手指。第1根，上楼梯的时候膝盖会酸；第2根，早上刚起床，膝盖要活动好一阵才顺；第3根，蹲下去之后自己站起来有点吃力。第4根，走路走久了，膝盖会有隐隐的闷痛。看看您的手，伸了几根？1根，恭喜，目前还算健康，但要开始预防。2根，黄灯，需要注意了。3根，橙灯，必须马上调整。4根，红灯，请立即咨询医生。如果您伸了2根以上，请在评论区写下数字2或3，让我知道有多少人需要特别留意。好，现在让我回答刚才那个问题，陈大爷到底做了什么动作，让膝盖磨损得这么快？在回答之前，我先帮您理解一件事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搞清楚，把您的膝关节想象成门脚链。年轻的时候，脚链是新的，转起来顺，而且有润滑油。可过了60岁，润滑油少了，脚链本身也开始磨薄。台湾大学医学院骨科研究团队2019年在国际骨科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，追踪了2300名60至80岁的台湾民众，整整8年，发现60岁以后，膝关节软骨每年自然流失约 1.5%， 到70岁时已经比年轻时薄了将近4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原本能缓冲的地方，现在缓冲不了了；原本能承受的力道，现在承受不住了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老人家不知道这件事，还在用年轻时候的方式在动，结果每次运动都是在加速磨损。就像轮胎已经很薄了，还在跑山路，越跑越危险。最可怕的是，软骨没有神经，它不会喊疼，等您感觉到痛，软骨可能已经磨掉了一大半。好，明白了这个道理。现在让我告诉您，到底哪些习惯在伤害您的膝盖？各位，我先问您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每天早上起来在小区里爬楼梯健身的习惯？有的话，接下来这段话您务必听仔细，因为这个习惯可能是加速老年人膝盖退化的头号原因。爬楼梯的时候，膝盖承受的压力是平地走路的4倍，100斤的人爬楼梯时，膝盖承受400斤的力。您可能会说，李医师，我年轻时候也爬，没事啊。对，年轻时候确实问题不大，因为软骨厚，缓冲得住。但60岁以后就不一样了。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骨科2020年研究了680名65岁以上的患者，发现膝关节退化的病人中有 46% 有长期爬楼梯运动的习惯，比例远高于其他运动项目。每次爬楼梯，软骨就像砂纸，磨一下就薄一点。
一开始看不出来，但日积月累，就像轮胎磨穿了，里面的气就漏出来了。去年4月，台北大安区的王先生来找我，69岁，退休前是邮局主管。他儿子说，李医师，我爸最近走路越来越慢，上楼梯要抓扶手，以前不用的。我让他做了 X 光检查，右侧膝关节内侧间隙只剩2毫米，正常应该有5至6毫米。我问他平时做什么运动，王先生很自然地说，就每天早上爬楼梯，爬个20层，已经坚持5年了。身边的朋友都说这样最健身。各位，这5年的坚持，对69岁的膝盖来说是持续5年的磨损。更危险的是，王先生下楼梯的时候习惯走快，下楼比上楼对膝盖的冲击还要大，相当于每次下楼膝盖都在承受一记重击。后来王先生做了关节镜手术清理，恢复的还算可以，但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他说，李医师，要是早知道这么危险，我肯定不会爬。谁能想到这么普通的健身方法竟然这么伤膝盖。各位，现在您知道了，爬楼梯的问题在于压力太大。那下一个习惯呢？他的问题更隐蔽，因为很多老人家觉得它是传统养生功法，认为做了对身体好，结果恰恰相反，深蹲能强健腿部肌肉，这话您肯定听过。对不起，我必须告诉您一个事实，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是需要非常小心的动作。深蹲的时候，膝盖弯曲超过90度，软骨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8倍。100斤的人深蹲时，膝盖要承受800斤的力。年轻时候软骨厚，肌肉强，能撑住这个压力，但60岁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。软骨变薄了，腿部肌肉也萎缩了，没有足够的肌肉保护，膝关节就直接硬扛这个冲击。台中荣民总医院复健科研究团队对450名65岁以上的患者做了3年追踪，结果发现有深蹲习惯的老年人，膝关节软骨流失速度是没有深蹲习惯者的 2.3 倍。去年夏天，台中西区的陈阿姨来找我，72岁，退休前是国中体育老师。她走进来的时候，明显右腿有点跛。我问她最近有没有特别的运动，她说我退休了，想重新动起来。在网上看到深蹲对腿好，就每天早晚各做20个，坚持了4个月。检查结果，右侧膝关节软骨磨损严重，内侧半月板也有裂缝。陈阿姨不敢相信，说李医师，我这是在运动啊，怎么反而弄伤呢？我跟他解释，年轻时候做深蹲没问题，但72岁的膝盖软骨已经是年轻时的60%，深蹲的压力他承受不住，停掉深蹲，改成游泳和坐着抬腿。3个月后，陈阿姨的膝盖疼痛明显减轻，走路也顺了。她逢人就说，运动要选对，不是所有运动都适合老年人。爬楼梯是压力大，深蹲是冲击强。接下来这第3个习惯，它的问题不在动作，而在一个很多人都没想到的细节，而且这个细节几乎人人都在犯。跑步伤膝盖，这话您肯定也听过，但我今天要告诉您的不是跑步本身，而是很多老人家走路时的一个习惯，那就是步幅迈太大，走得太快。走路时步幅过大，脚跟着地的冲击力会直接传到膝盖。每走一步，膝盖承受的冲击相当于体重的 1.5 倍，步幅越大，冲击越大。一天走1万步，膝盖就被撞了1万次。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团队对560名老年人进行了2年观察，发现习惯大步快走的老年人，膝关节疼痛发生率比小步慢走者高出 38%。去年秋天，新北市板桥区的刘大爷来找我，67岁，退休前是工厂主管。他儿子说，李医师，我爸最近膝盖越来越不好，但他坚持说走路是最好的运动，每天走15000步，雷打不动。我问刘大爷怎么走，他示范了一下，步子很大，走得很快，像年轻时候赶时间的样子。检查结果，双侧膝关节有明显滑膜炎，积水明显。我跟他说，刘先生，您的走路方式让膝盖每天在超负荷工作，步数不是问题，方式才是问题，改成小步慢走，每步之间缩短1/3。2个月后复查，积水消了大半，膝盖疼痛也减轻很多。刘大爷跟我说，李医师，我以为走得越多越好，没想到走法不对，越走越坏。各位，到这里我们讲了3个伤膝盖的习惯，爬楼梯压力大，深蹲冲击强，大步快走伤关节。
还有2个问题同样严重，而且很多人每天都在做，完全没意识到。久坐之后突然站起来，你有没有这个习惯？看电视看1-2个小时，突然要去接电话，嗖的一下站起来，然后膝盖咯噔一声。久坐的时候，膝关节处于弯曲状态，关节液分布不均匀，软骨得不到滋润，就像干涸的土地。这时候突然站起来，还没润滑好的关节承受了全身重量，摩擦力骤然增大，就像没有润滑油的机器突然全速运转，磨损就在这一瞬间发生。台湾老年医学会202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，60岁以上人群中有 61% 每天久坐超过4小时，其中大部分人有突然站起来的习惯。长庚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骨科对400名老年人进行了18个月观察，发现每天突然起立超过10次的老年人，膝盖疼痛加重的速度是缓慢站立者的2倍。去年底，高雄市苓雅区的张奶奶来找我，76岁，退休前做裁缝。她说：“李医师，我膝盖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越来越硬，早上起床那一刻最难受。”我问她平时坐多久，她说：“看连续剧嘛，一坐就2-3个小时，有时候接电话就突然跳起来。”检查发现双侧膝盖关节液明显减少，软骨表面有细小裂纹。我建议他每坐40分钟就站起来，慢慢活动2分钟。站起来的时候，先扶着扶手慢慢撑起来，不要猛地一跳。2个月后，张奶奶说：“李医师，现在早上起床没那么卡了，感觉膝盖松动多了。”她感慨地说：“我以为是老了，没办法，没想到改变一个小动作差别这么大。久坐突然站，软骨没润滑。”第5个习惯可能最让人意外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它是礼貌，是习惯，甚至觉得是讲卫生。每次上完厕所，您是不是蹲厕用太久？或者更普遍的，有些老人家喜欢蹲着做事，择菜、洗菜，甚至聊天都蹲着，觉得这样比较稳。蹲姿比深蹲更极端，膝盖弯曲超过120度，软骨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10倍。100斤的人蹲着的时候，膝盖承受的力相当于1000斤。蹲一次2分钟，膝盖就在这个高压下撑了2分钟。1天蹲3次，1年蹲1000次，10年下来，软骨磨损的速度快得吓人。成大医学院附设医院骨科研究团队对600名老年人进行了5年追踪，发现有长期蹲姿习惯的老年人，膝关节退化程度平均比没有蹲姿习惯者提前5至8年。今年春节前，台南中西区的林先生来找我，71岁，退休工匠。他儿子说：“李医师，我爸最近起身越来越困难，蹲下去就站不起来。”我问林先生工作时候什么姿势最多？他说：“做工嘛，蹲着方便。现在退休了，也习惯蹲着看孙子玩。”检查结果，双侧膝关节软骨磨损达到3级，就差最后1级就要考虑换关节了。我跟他解释：“林先生，您几十年的蹲姿工作，加上退休后的继续蹲着，膝盖的软骨几乎磨完了。停掉蹲姿，改用小矮凳坐着，加上水中行走复健。”半年后，林先生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，起身不那么费力了。他跟我说：“李医师，以后再也不迷信老习惯，适合年轻时候的，不一定适合现在。”各位朋友，5个伤膝盖的习惯讲完了。爬楼梯、深蹲、大步快走、突然起立、长期蹲姿，每一个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磨损您的软骨。但其实还有一种情况，我故意留到现在才说，因为这种情况比前面5种加起来还要危险。而且我敢说，您身边99%的人都在犯。您能猜到是什么吗？答案是膝盖痛了还忍着继续动。很多老人家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，不能因为这个就停下来，停下来才真的老了。这个想法害了太多人。膝盖痛是身体在发出警报，告诉您这里已经受伤了，需要休息。您还继续给它压力，就像车子漏油了，还继续开，越开越坏，最后彻底抛锚。根据台湾骨科学会的统计数据，因为长期忍痛不处理，最终需要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中，有 67% 承认曾经明显感觉疼痛，但觉得忍一下就好，平均忍了3年以上才来就医。记住这8个字，痛就是信号，停下来看，这比选对运动方式更重要。各位朋友，5个伤膝盖的习惯讲完了，还有最危险的忍痛不就医。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别担心，接下来这4种方法不但不会伤膝盖，反而能让您的膝盖用得更久。
而且不需要花大钱，在家就能做。在继续之前，请暂停3秒，想想您刚才听到的5个习惯，自己中了几个？如果60岁以后只能选一种保护膝盖的运动，我会毫不犹豫推荐它，那就是水中行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水的浮力能减少，膝盖承受的压力达 50%。您重100斤，在水里走路，膝盖只承受50斤，走起来稳，压力小，但腿部肌肉的训练效果一点都不差。腿部肌肉是膝盖最好的保护套，肌肉强1分，膝盖就多1分保障。台湾物理治疗学会2018年的研究追踪了1800名60至75岁的老年人，持续2年，发现每周进行3次水中行走的老年人，膝盖疼痛程度降低 41%， 膝关节功能评分提升 35%， 腿部肌力提升 28%， 而且水中行走还能改善平衡，减少跌倒风险，这对老年人非常重要。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复健科对500名膝关节退化患者进行了1年的水疗观察，发现坚持水中运动的患者进展到需要手术的比例，比单纯口服药物的患者低了 43%。今年2月，桃园中坜区的周大爷来找我，69岁，退休前是货运司机。他说：“李医师，我膝盖已经痛了2年，走路超过20分钟就不行了。”我建议他开始水中行走，每次30分钟，每周4次。3个月后，他跟我说：“李医师，现在走路可以走40分钟呢，膝盖痛减轻很多，睡眠也好了。怎么做？每次下水前，先在陆地上活动5分钟，水深在腰部到胸口之间，步伐要小，速度要慢，每步之间不超过1个脚掌长，每次20至30分钟，每周至少3次。游泳池、温泉浴场、社区水疗池都可以，水温在29至34度之间最好。太冷的水会让肌肉僵硬，反而不好。大自然真的很神奇，最温和的运动往往带来最实在的改变。第2种方法，坐姿抬腿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做法要对，效果才真的出来。坐姿抬腿专门训练股四头肌，这块肌肉在大腿前侧，是保护膝盖最重要的肌肉群，把它练强了，膝盖就像穿了一件盔甲，每一步都有保护。坐在椅子上，背挺直，双脚平放地面，慢慢把右腿伸直，抬到与地面平行，停5秒，再慢慢放下。换左腿，这个动作完全不需要膝盖弯曲超过90度，对软骨几乎没有压力，但对肌肉的训练效果非常好。台湾大学医学院复健科团队对350名膝关节退化的老年人进行了6个月的追踪，每天坚持坐姿抬腿的患者，股四头肌肌力提升 32%， 膝盖疼痛评分下降 39%， 上楼梯的能力明显改善。新竹市东区的马奶奶73岁，退休小学老师，她儿子说：“李医师，我妈膝盖不好，但又不能游泳，有没有在家就能做的方法？”我教他坐姿抬腿，每天早晚各1组，每组20次。2个月后，马奶奶说，现在买菜回来不用扶墙上楼了，膝盖也不像以前那样酸。怎么做？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，腰背挺直，每次抬腿停留5秒再放下，两腿交替，每次各做10至20下。1天2组，早晚各1次。动作要慢，不要甩腿。如果感觉大腿酸是正常的，如果感觉膝盖痛，立刻停止。可以在椅子边上坐着看电视时顺便做，不需要专门找时间。血糖不稳，腿脚无力，散步才是您最稳的朋友，但散步也要讲方法。正确的散步方式是老年人最安全、最全面的膝盖保护运动，关键在于怎么走，而不是走多远。步幅小，速度慢，脚跟先着地，再过渡到脚掌，重心平稳前移，每一步都踩实，这样走，膝盖承受的冲击比大步快走减少将近1半，但对腿部肌肉的训练效果完全保留。台湾运动医学会的研究显示，采用正确步行姿势的老年人，每日步行后膝盖疼痛发生率比不注意姿势者低 47%， 而且坚持6个月后，膝关节功能评分提升显著。彰化县员林市的黄大爷75岁，退休会计，他的膝盖已经退化到3级，医生建议手术，但他不想开刀，问我有没有其他方法。我建议他每天上午9点用正确步行方式走20分钟，用手机计步，每步不超过40公分，配合坐姿抬腿。3个月后，黄大爷说：“李医师，现在走路没那么痛了。”
而且我发现自己走路比以前更稳了。怎么走？每次走15至20分钟就够，步幅不超过40公分，大约是一个鞋子的长度。速度以能正常说话为准，不要走到喘，上坡下坡都要减速，下坡要特别慢，不要在凹凸不平的路面走，最好穿有缓冲底的运动鞋，不要穿拖鞋或硬底皮鞋。夜里膝盖总是隐隐作痛，睡不好，也许您缺的不是止痛药，而是这个小动作。睡前拉筋专门针对60岁以后最容易僵硬的3个部位：膝盖后侧的腘绳肌、小腿腓肠肌，还有髋关节屈肌。这3个地方一僵硬，走路时膝盖就要额外承担代偿的力道，加速磨损。每天睡前做5分钟拉筋，让这3个部位放松，第二天早上膝盖会明显顺很多。台东县台东市的林阿姨77岁，她以前每晚膝盖酸痛，要翻来覆去才能睡着。我建议她睡前做3个拉筋动作，躺着慢慢把腿伸直，感受后侧拉伸；坐着脚勾起来拉小腿，站着单脚前弓步拉髋。每个动作保持20秒，两腿交替。3周后，林阿姨说：“李医师，现在晚上膝盖不怎么痛了，睡前做完那几个动作，整个人放松多了，睡得也好了。”怎么做？睡前1小时在床上或地垫上进行，每个动作保持20秒，感受拉伸感，不要痛。动作要慢，不要用力猛拉，两腿都要做，不要只做一边。如果有骨质疏松，动作要更加温和。各位朋友，4种保护膝盖的方法讲完了，我给您列一个简单的时间表。早上7点起床，先在床上做坐姿，抬腿10下，再慢慢起身。上午9点穿好运动鞋出门，正确步行20分钟，小步慢走，踩稳每一步。下午3点坐着看电视的时候，顺便做坐姿，抬腿，两腿各20下。晚上9点睡前1小时做3个拉筋动作，每个20秒，每周至少3次。去游泳池做水中行走，每次30分钟，总运动量控制在1天内，不超过1小时就够。如果这个时间表对您有帮助，请点个赞，并在评论区写下收藏，让我知道您认真记下来了。各位朋友，让我们完整梳理一遍5种要小心的习惯：爬楼梯压力大，加速磨损；深蹲冲击强，软骨受不了，大步快走；脚跟撞击，关节发炎；突然起立，关节液还没分布好就硬撑。长期蹲姿，压力是体重10倍，最危险。加上忍痛不就医，是比以上5种加起来还要危险的事。4种推荐的方法：水中行走、腹逆呼吸、肌肉训练2不误。坐姿抬腿，股四头肌练起来，膝盖有了保护套。正确步行，小步慢走，每步踩稳。睡前拉筋，放松后侧肌群，隔天早上膝盖更顺。5个原则：有痛先停，不要忍。选对运动不要念错，步幅要小，不要贪快，起立要慢，不要猛，定期检查，每年照1次膝盖 X 光。记不住也没关系，建议您截图保存，或者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。很多患者跟我说，按这个方法调整之后，身体真的有了变化。让我告诉您具体的时间线是怎样的。第1周早上起床，膝盖不那么卡了，活动几下就顺了，睡眠质量开始改善，但变化还不明显，这是正常的，不要着急。第2周走路比以前稳了，上楼梯需要扶的次数少了，腿部有轻微酸感，这是肌肉在增强的正常反应。第3周膝盖疼痛明显减轻，走路可以走更久，早上起床那一刻比以前轻松多了。1个月后，整个人走起来更有信心，去买菜不再担心走太远，夜里膝盖也没那么容易酸痛了。这不是奇迹，只是您的膝盖终于得到了它真正需要的保护，终于卸下了它不该承受的压力。但我也要坦白说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1个月内看到效果，有些人可能需要2个月，有些人可能需要3个月。关键在于您愿意做多少改变，身体就给您多少回报。让我帮您整理一个具体的计划。第1天到第7天，重点是停掉危险习惯，把爬楼梯和深蹲都停掉，改成正确步行和坐姿抬腿。目标是适应新的运动方式。第8天到第14天，重点是建立新习惯，按照时间表固定时间做，早上步行，下午抬腿，晚上拉筋。目标是养成规律。第15天到第21天，重点是观察变化，记录膝盖疼痛程度、走路时间、睡眠质量，目标是看到初步效果。第22天到第30天，重点是调整优化。如果有不适就减少运动量，如果感觉好就继续坚持。
目标是形成长期习惯，把这个计划截图保存，每天打一个勾。30天后，您会感谢今天的自己。想想您身边有谁正在为膝盖问题困扰，或者谁也每天在爬楼梯健身，把这个视频转给他们，您可能帮了他一个大忙。各位朋友，我做了32年骨科医生，见过太多遗憾。有的老人家本来可以健健康康的陪孙辈，却因为运动方式不对，最后连走路都需要人扶。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心里就很难受。更难受的是，很多悲剧本来可以避免，只要早一点知道，早一点改变。10年前，我失去了我的岳父，不是因为癌症，不是因为心脏病，而是因为膝关节彻底坏掉后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。他在世最后2年，每走一步都很痛苦，出门的机会越来越少，精神也越来越差。那时候我就发誓要帮助更多老人家避免走他走过的路，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把这些知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您。我知道改变不容易，我也知道您可能半信半疑，但我想告诉您，在过去这些年里，我亲眼见证了几千位像您一样的老人家，从走路痛苦到行动自如，从需要人搀扶到自己出门买菜，从不敢出门到带着孙子去公园，他们唯一做的就是开始行动。您也可以。我们无法阻止膝盖的自然老化，但可以选择怎样跟它相处，是越来越疼，越来越依赖别人，还是保持稳定，保持独立，能自己走到想去的地方，甚至还能陪孙辈爬山。这个选择权就在您每天的那些小习惯里，每一个动作都在决定您的膝盖还能用多久。健康不是遥远的目标，而是今天、明天每一天的小选择。从今天开始，从改变一个动作开始。最后再次提醒各位，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膝关节疾病，或者正在服用消炎止痛药、骨质疏松相关药物，请一定先咨询您的主治医生，不要自己随便调整运动计划。今天分享的内容是针对大多数健康老年人的建议，个体情况可能不同。建议您每年做一次膝关节检查，包括 X 光、骨密度、肌力测试，早发现、早调整，就能避免很多问题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您做3件事。第一，点赞支持，让更多老人家看到这个视频。第二，订阅频道，我会持续分享实用的健康知识。第三，转发给家人朋友，特别是60岁以上的长辈。另外，我很想知道您家里的长辈有没有每天爬楼梯的习惯，有没有出现膝盖痛、起身困难的情况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我会尽量给大家建议。记得关注这个频道，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更多老年养生的干货。记住这句话，健康这条路，我们一起走，慢慢走，稳稳走。我是李浩然，一个相信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健康晚年的医生。咱们下期再见。